大家好，我是 Kat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介绍一下谷歌的 Learn About， 这是一个实验型的一个工具。今天呢，我得到准入可以使用它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可以来帮我们做什么。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主题，可以去学历史，帮我们学艺术、学文化、学生物、天文学、物理、科学、英语，或者是家庭生活技巧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示例。这个工具呢，暂时只是支持英文。左边它会有一些建议的主题。我体验了 Learn About 之后呢，我的一大感觉就是说，它可以部分替代我之前用的 Perplexity 的 AI 搜索工具，或者是 Search GPT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它是把引用的链接内容直接以卡片形式嵌入到这面里了。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，回到这个页面。而且你看它这里面的话，就有点像 Markdown 里面的突出显示。这个为什么要重要呢？而且它可以支持你更简单或者是深入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左边的这个建议的主题内容还是很丰富的。这个的话就是我感觉就特别适合学习，把相关性的内容都给你放在一起，进行知识的一个拓展，加深对这一块内容的一个理解。我们来看一个物理的话题，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解决三体问题呢？三体这本书还是挺难理解的，所以如果有了这个 Google Learn About 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帮你去更多的去了解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字典，还可以点击去知道它的读音。左边的话有一些关键词，我想了解一下三体和蝴蝶效应有关系吗？他说是有关系，他给到了一些卡片，还告诉你哪些是需要注意的。这里还有一个视频介绍。那我想要让他再给我多介绍一下混沌里面的信息。这里又给出了一个字典，还给到了一个互动列表。有蝴蝶效应好多东西我都不理解，那我可以让它简化说明，这个看起来好理解多了。而且呢，它还推荐你停下来思考。我们可以在左侧点击更多的关键词，来了解更多关于三体的这个问题。拉格朗日点，这个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图片很不错，而且可以看出它的来源还是很权威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在谷歌 Learn About 里面一个主题里面就能获取到这些信息，然后点击对应的图片或者链接看详情。这里给到了5个要点。我个人感觉 Learn About 呢，就是你的私人教师。老师说你想了解什么问题，然后呢，你说了一个之后呢，他就给了你很多内容。老师又说你接着这个问题，你还想知道什么信息，然后你回复一个，他就又给了更多的信息。这就是1对1的私教，不知疲倦，而且能提供图片、表格、列表各种链接的非常强大的一个私人老师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园林方面的信息，哪些花会吸引传粉者到我的花园？这里有给出一些选择，再让它提示给一下技巧，这样点进去的话就到对应的一个页面去了。这个挺有意思，它真的是很像一个老师一样，前面告诉我们有哪些东西很重要，现在就让我们停下来思考。我们看一下，停下来思考一下。我们再深入去了解一下别的知识，不同类型的传粉媒介，不同的一个蜂鸟也可以。这里还有测试，哇，这个真的好厉害啊！那这个肯定是蜜蜂咯，不是蜜蜂，是蝴蝶。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，点进去看一下，这种类型真的很适合学习，这么漂亮的图片。然后这里它还给出了表格，真的很不错。目前为止的话，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它好多种内容的表现输出方式了。这里还有危险的是卡片，真的很不错。我们再继续了解一下它的生命周期吧。现在是给到它的一个时间线，我个人感觉这种特别适合好奇心旺盛的小朋友，从蛋卵到幼虫蛹。还有蜕皮词典要点还突出来，
而且遇到不懂的内容的话，我们直接划线，然后去让它去做一个解释或者是搜索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飞蛾是什么吧，我觉得它应该会列出来一些图片。对，真的很棒。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在看一个百科全书，是那种互动的百科全书。诶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帝王蝶，没有听说过哦，长成这个样子。图片来源也给了，而且从图片来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识别出来这是不是一个权威的一个信息。咱们点进去看一下，很漂亮啊，这个蛾子。这里又有字典了，又有看点，真的挺不错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天文学的一个知识，科学家怎么去学习黑洞互动列表，研究黑洞的方法。左边都有配图，有视频。我们再点击一个具体的内容，看看它给我们什么介绍。它有文字，然后还有图片。其实这样的话还是比较详细的。我们可以接着再问它一些内容。它这里又展示了一个互动的列表，这里呢又展示了一个互动列表。我们点进去了解一下。哇，这个交互式时间线做得很棒，非常醒目，而且这种很容易让人一下子就对它精美的图片点进去，想要了解更多。这里的话就像是老师画重点一样。这里还有个字典工具，这里还有个危险常见的误解。这种卡片真的很有意思，就很像一个图文并茂的教材。但实际上咱们这个是可以知识联网的，比如说我这里可以再让它搜索一下网络，这里呢引用了2个新闻的链接，我们也可以让它简化一下去了解这个复杂的概念。我们让它像5岁一样解释这个机制吧。它不仅给出了一个文字，还给出了图片。之前呢 Perplexity 推出来图文并茂的 Page，大家觉得这可能会颠覆像今日头条的这种模式，可能我个人更喜欢谷歌 Learn About 这种形式。现在呢，来探索一下我自己想要知道的主题，先让它给我解释一下 OpenAI 相关的信息。我们让它了解一下 OpenAI 的研究项目有哪些：大语言模型、图片、机器人、安全和对齐。左边呢有一些主题，那我们让他深入了解一下 OpenAI 的推理工作。他说草莓，那我再问他一下 OpenAI 的最新动态，看他能不能给我搜索一些有趣的内容。他没有直接给我答案，我就问他新产品吧，还有新研究。他现在列出来了，他有个 OE， 他还让我测试一下。他说用什么技术来训练 OE 提高推理能力的 OT， 挺不错的。但是我觉得他下面这个问题回答的稍微有点问题。他说现在最近推出了，那实际上推出来已经很久了。那我了解一下 OE 有哪些具体突出它的能力的例子吧。这里都是搜索别的网站的信息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给到的是有错误的，是18年的。那下面的这个视频的话是最新的。我再问一下它 OE 的性能和以前的型号相比如何呢？它这样列出表格挺好的。但是它是和4比，它没有和4O比。它这里呢着重强调它是一个专注于推理能力的新模型，这个挺好的。我再问一下它有哪些实际应用呢？它这个图片挺好的，这个图片就是最新新梗。我想让它介绍一下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，它给出药物发现、材料研究、气候建模、基因组方面。那我再让它如何分析大数据呢？大型数据集、分类、汇总、嵌入、向量、外部知识库。我再问一下它如何在我的编码项目中访问和使用这些模型吧。这些回答都是挺对的。Learn About 也可以上传图片问他问题，上传了一个中文的图片给他，他就告诉我他不理解中文，这是它的局限性。现在我上传了一个千万2.5的一张图片给他，让他给我解释一下。他说是闪点图，他还给到一个字典，介绍什么是大语言模型。他还给到了一个互动图，神经网络的简化表示。回到我之前给你上传的图片，你从图片中能看出是有哪些重要信息吗？我现在让他回到图片来看一下。我感觉用 Learn About 的话，就很容易去偏离一开始想要了解的内容。他说3B
Q2.53B 脱颖而出。那我就让他介绍一下这个型号吧。我们可以让它做聊天机器人、文本摘要、代码生成、翻译、内容创建。我个人觉得的话，它这里的总结内容还不是特别到位。那我们可以让它再去搜索一下网页，这里没有回复内容。那我们再让它详细介绍它的功能吧。它现在给出了一个 Hugging Face 链接，可以，挺好的。我想要再深入了解一下，帮我搜索关于千万2.5的 YouTube 视频，它这里的话就没有给出结果了。最后呢，总结一下谷歌的 About 学习工具，它呢为我们提供了个性化的一个学习体验。这个对话式的学习伙伴呢，可以帮助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，独特的好奇心，通过这种互动对话，帮助我们掌握新主题，并且加深理解。无论你是想探索新领域，还是深入研究特定话题， Learn About 都能成为你一个强大的学习助手。所以还没有申请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申请一下。以上就是我给大家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加入我的知识星球。我们下次再见。